1796年冬天，英格兰汉普郡一个乡村舞会上，2个20岁的年轻人连续跳了3支舞。在那个年代，跳1支是礼貌，跳2支是暧昧，跳3支等于向全场宣布我们在一起了。他叫汤姆·勒弗罗伊，爱尔兰人，在伦敦林肯律师学院读法律。他叫简·奥斯汀，是汉普郡斯蒂文顿村一个牧师的女儿。2周后，他给姐姐卡桑德拉写了一封信。终于到了这一天，我要与汤姆·勒弗罗伊做最后一次调情了。当你收到这封信时，一切都已经结束。我的泪水在写这段话时就已经流下来了。他走了，不是不爱，是没有钱。他的学费由远房叔祖父资助。如果他娶了一个同样没有钱的牧师女儿，资助会被立刻中断。2个家庭联手掐灭了这段感情。汤姆的姑母亲自安排他提前离开汉普郡，他同时也是简·奥斯汀最亲密的年长女友。后来汤姆·勒弗罗伊活到了93岁，当上了爱尔兰首席大法官，妻子是别人，儿孙满堂。晚年有人问他还记不记得简·奥斯汀，他说那是一段少年时的爱。但1817年简·奥斯汀去世的消息传来时，他从爱尔兰渡海赶到了英格兰。93年的人生里，他对他的评价只有5个字：少年时的爱。但他用行动补上了另外5个字：至死不能忘。而简·奥斯汀呢，她没有嫁给汤姆。近7年后，另一个男人向她求婚，有钱有地，有稳定的未来，她答应了。然后在第2天清晨，她撤回了自己的答应，从此终身未嫁。200年来，所有人都以为这道题只有2个答案：嫁给爱情或者嫁给金钱。但简·奥斯汀选了第3条路。那条路的终点是英格兰银行的10英镑钞票，正面是女王，背面是她的脸。她把这一切写成了一本书，书里有2个姐妹，一个理性，一个感性。有一个会让你心跳加速的男人，还有一个会让你安心入睡的男人。有一个为了钱抛弃爱情的浪子，也有一个为了爱等了一辈子的人。还有一道题，从1811年问到今天200多年了，全世界还没有人给出过标准答案。嫁给爱情还是嫁给金钱？或者这道题本身就是一个陷阱，因为它告诉你似乎除了上面的2个选项之外，没有第3条路了。那么事实是这样的吗？欢迎来到翻口人物智库，我是翻口。今天我们一起走进的是简·奥斯汀的理智与情感。准备好了吗？让我们开始。先交代一个背景。1811年简·奥斯汀出版《理智与情感》的时候，英国的法律是这样的：在现嗣继承制度下，女儿往往无法继承父亲的不动产。什么意思？你爸死了，房子归你哥，哪怕你在这间房子里出生长大，度过了整个童年，法律说不是你的。如果你爸没有儿子呢，那更惨，表亲继承，一个你可能从未见过面的远房表哥有权利走进来把你扫地出门。而一旦结了婚更绝。英国当时有一条法律叫父权法，女人结婚的那一刻，她名下的一切财产，所有的自动归丈夫所有。她不能签合同，不能开账户，不能立遗嘱。已婚女性的法律地位等同于罪犯、精神病人和未成年人。这条法律一直执行到1882年才被废除。而婚内强奸在英格兰入罪要等到1991年。在这样的世界里，婚姻不是浪漫，婚姻是活路。嫁对人，下半辈子有着落；嫁错人，万劫不复；不嫁，穷到底。一个体面的女人如果不结婚，能做什么？当家庭教师，年薪12到30英镑，而维持一个中产家庭的体面生活，最少需要300英镑。当家庭教师要惨多少年才能财务自由？10到25年，而且前提是你1分钱都不花。简·奥斯汀本人说过一句话：单身女人有一种可怕的贫穷倾向，这是支持婚姻的最有力论据之一。这就是理智与情感的底色，不是言情小说，是生存故事。交代完背景，那么我们故事开场。达15德家的家主去世了，按照继承法，庄园和大部分财产归了长子，一个前妻生的儿子。2个女儿和母亲被迫搬出自己从小长大的诺兰庄园，寄居在远亲提供的一间乡间小屋里。他们能带走什么？锅碗瓢盆、
床单被罩，几件瓷器。姐姐埃莉诺19岁，冷静有见识，遇事不慌，母亲的好顾问，妹妹的保护伞。她说过一句话，几乎是她整个人的写照：使人快乐的事并不总是该做的事。妹妹玛丽安17岁，热情敏感，才华横溢，看见秋天的落叶都会心疼他们被人遗忘。她的择偶标准只有一条，她必得跟我情投意合，着迷同样的书，同样的音乐，一个活在脑子里，一个活在心里。然后心跳来了，玛丽安和小妹妹在山上散步，她快步奔跑下山，脚踝扭伤，摔倒在地。这时候一个男人出现了，他叫威洛比，左手牵着2条猎狗，右手提着猎枪，浑身带着风雨的气息。他一把将玛丽安抱起来，送回了他家。关于他的外貌，书里说了3遍，英俊潇洒，态度坦率文雅，声音和表情为他增添了更多的魅力。重要的事情说3遍，3遍都在说这是一个17岁少女梦里的人。而更致命的是后面的事，他们开始聊书，聊音乐，聊诗歌。每一个话题上，威洛比都精准地和玛丽安同频共振，即便偶尔有分歧，他也总是温柔地让步。玛丽安当场认定这是我的灵魂伴侣。然后糖衣炮弹来了，威洛比在牌局上故意输牌，让玛丽安赢。他提议赠送玛丽安1匹马，放在今天这叫不管你养不养得起，先提出给你买一辆宝马。他带她参观自己的庄园，一间间逛遍了所有的房间，暗示着2人美好的未来。他在众人面前直呼她的名字玛丽安。在一个只有订了婚的男女才能互称名字的社会里，这等于公开宣布他是我的人。所有人都以为他们订婚了。玛丽安开始给他写信，那个年代只有未婚夫妻才会通信。他甚至剪了一缕头发送给他。只剩下一件事还没有发生，威洛比从来没有公开承认过这段关系，从来没有。但是当心跳声盖过了一切的时候，谁会注意到沉默，然后断崖式消失。威洛比突然说自己要去伦敦，有一件不可说的急事，走之前没留一封信。玛丽安等了很久，等不到回音。终于他在伦敦一场舞会上看见了他，他冲上去满脸期待，他看着他像看一个陌生人，然后他收到了一封信。尊敬的女士，我不知道我做了什么让您产生了误会，恳请您将我原来的书信退还。信写得很体面，体面到让人窒息。2周后，威洛比结婚了，新娘姓格雷。格雷小姐有什么特别的？书里只说了4个字，有钱，仅此。玛丽安病倒了，不是矫情，是真的差点死了，高烧不退，意识模糊，一度病危。17岁，第一次爱上一个人，碎得干干净净。但这不是一个渣男骗傻白甜的故事，因为最可怕的不是威洛比不爱他，最可怕的是他爱过，是真的。而一个爱过你却依然选择离开的人，比一个从来没爱过你的人要危险1万倍。玛丽安病得最重的那个晚上，有人骑马冲来了，不是布兰登上校，是威洛比。他已经结婚了，娶了有钱的格雷小姐。按照所有人的预期，他应该消失在豪宅的壁炉旁边，从此与玛丽安再无交集。但他来了，喝了酒，浑身湿透，而且他没有去找玛丽安，他找的是埃莉诺，那个理性的、冷静的、从不失控的姐姐。这个选择本身就暴露了一切。他不敢面对玛丽安，他不是来道歉的，他是来求一样东西的，理性的宽恕。更准确地说，他需要一个头脑清醒的人听完他的故事，然后告诉他，你不算坏人。如果连埃莉诺这样理智的人都能原谅他，那他就可以原谅自己了。然后他开始讲，第一句就是炸弹。他说自己一开始不过是在消遣，我一直在博取他的好感，最初并没有打算认真，我知道这是卑鄙的。但他话锋一转，他承认后来是真的爱上了玛丽安，甚至想过求婚，是因为他花钱无度，被姑妈得知了丑事而取消继承权，他才被迫转向了格雷小姐的财产。不是从来不爱，是爱了，但选了钱，他承认了。但承认卑鄙本身也是一种技巧，因为在向别人坦白丑陋的时候，
人会获得一种奇怪的解脱，仿佛说出来了，罪就轻了。他又讲了另一件事，一件更早更残忍的事。在遇到玛丽安之前，他曾经引诱过一个叫伊莱莎的少女，16岁，那是布兰登上校的养女，他让她怀了孕，然后消失了。他承诺会回来，但他既没有回来，也没有写信，也没有接济他。布兰登上校知道这件事后，向威洛比提出了决斗，两个人都活了下来。这就是为什么布兰登后来在舞会上看到威洛比追求玛丽安时，表情凝重却什么都不说。他看过这个剧本，知道结局，但没有资格剧透，因为那意味着暴露养女的隐私。一个沉默的好人，一个善言的坏人，世界偏偏更喜欢后者。回到那个夜晚，威洛比在埃莉诺面前提起了伊莱莎，然后说了一句让人目瞪口呆的话：难道因为我是浪子，他就是天使了吗？那一桩丑闻，难道女方就毫无责任吗？这简直就是受害者有罪论。1811年版，他让一个16岁女孩怀孕后抛弃了她，现在反过来要求受害者是完美受害者，否则他就不算真正有罪。他又提到了那封绝情信：尊敬的女士，我不知道我做了什么让您产生了误会。他说那封信是我妻子逼我写的。大哥，你剪了人家一缕头发，你带她参观了你的庄园，一间间地暗示着未来，你当着所有人的面叫她玛丽安，然后你说你不知道自己做了什么让人误会。信是谁写的不重要，重要的是整场戏从头到尾都是你导演的。但真正让这个场景令人不安的，不是威洛比的无耻，是埃莉诺的反应。他本来已经把威洛比定性为彻头彻尾的恶棍，一个不值得花时间分析的人。但听完他的倾诉，他的眼泪，他的声音，他说我爱过玛丽安，他动摇了。他说我原谅你，我同情你，我祝你一切顺利。这是全书最危险的一刻，因为奥斯汀在这里证明了一件事，即使是最理性的人，在面对最精准的情感公式时也会失手。威洛比的忏悔不是忏悔，是一次教科书级的情感操控。首先是时机，他选在玛丽安病危的夜晚出现，最大化了戏剧张力和自己的道德筹码。其次是对象，他选了理性的埃莉诺，因为获得聪明人的宽恕比获得受害者的宽恕更有免罪效力。最后是工具，眼泪，自我贬低，我也是受害者的叙事，以及一句精心设计的我爱过他。每一步都踩在情感的穴位上，连艾莉诺都差点信了，但他醒了。第二天理性回归，他对玛丽安说了一段极其清醒的分析。他现在后悔了，但他为什么后悔？因为他发现自己并没有称心如意，他已经不再受到手头拮据之苦了，但他觉得妻子不够可爱。可是如果当初娶的是你，他就一定幸福吗？他感到的不是后悔，只是不变，不同的不变而已。他不是后悔伤害了玛丽安，他是后悔没能把所有好处都攥在自己手里。他想要钱，也想要爱，想要格雷小姐的财产，也想要玛丽安的温度，想要安全的婚姻，也想要燃烧的心跳。一个什么都想要的人，最后什么都得不到。后来玛丽安和布兰登上校结了婚，消息传来时，威洛比久久懊悔不已。但书里也写了他此后的生活，每天驯马养狗，参加体育活动。你看，他懊悔，但他也过得挺好。有观众这样总结威洛比的欲望模式：男人的贪婪在于他想占有所有女性，而女人的贪婪在于他想占有一个男人的全部。威洛比就是前者的标本。让我们做一个思想实验，如果威洛比自己有钱呢？如果他不需要靠婚姻来解决财务危机呢？他会娶玛丽安吗？也许会，但他依然会是那个引诱了16岁少女又抛弃的人，依然是那个花钱无度管不住自己的人，依然是那个需要别人来约束他的人。金钱不会让他变好，贫穷也不是他的借口。威洛比的问题从来不是穷，是贪。200年过去了，威洛比换了无数张脸，但特征从未变过：极度的魅力，极度的自私，极度的既要又要。你可能在某个派对上遇到过他，在某个社交软件上刷到过他，在某段关系里被他精准地击中过。识别他不难，难的是当心跳已经开始的时候，你还愿不愿意睁开眼睛？
而如果威洛比是错误答案，那谁是对的？是那个穿法兰绒背心35岁被所有人嫌太老了的布兰登上校吗？还是那个沉默寡言没什么远大志向一心想当牧师的爱德华？又或者对的人这个说法本身就是另一个陷阱？我们接着往下看。如果说玛丽安的爱情是一场烟花，绚烂短暂灰烬满的，那姐姐艾莉诺的爱情更像是一杯温水，温度不高，不会烫嘴，但你也说不清它到底好不好喝。艾莉诺喜欢的人叫爱德华·费拉斯，这个男人出场的时候，书里对他的描写是其貌不扬，举止需要熟识之后才显得讨人喜欢。玛丽安对他则有更直接的批评，他认为他对音乐和绘画缺乏真正的热情，但艾莉诺对这个评价并不认同。他知道爱德华是个有内涵的人，只是不擅长表现。翻译成今天的话，普男一个，但是个好人。他有几样东西：宽厚、简朴、谦和。在牛津就读过，但没什么野心，只想当个牧师。在那个年代，牧师是铁饭碗，一旦被教区选定，终身在职，收入来自教区居民的赋税，稳定体面，不会大富，但也不会饿死。他最大的闪光点不在于才华，而在于观察力。别人还没注意到的细节，他先看见了。比如他到访时能敏锐察觉到玛丽安和威洛比之间的暧昧关系。艾莉诺对他有好感，不是那种心跳加速、脸红耳热的好感，是那种这个人靠得住，跟他聊天很舒服的好感。用今天的话说，这不叫心动，这叫合适。然后炸弹来了，一个叫露西·斯蒂尔的女人主动找上了艾莉诺。她拉着艾莉诺的手，摆出一副推心置腹的姿态，压低声音说：我要告诉你一个秘密，这个秘密我非常想隐藏，但我太信任你了。然后她说，我和爱德华已经订婚4年了。4年，这意味着爱德华在认识艾莉诺之前就已经有了未婚妻。在和艾莉诺产生暧昧的整个过程中，他一直瞒着这件事。艾莉诺的反应是什么？她没有哭，没有摔东西，没有质问爱德华。她短暂地震惊了几秒钟，然后她做了一件极其理性的事，她开始反问露西：你说你非常想隐藏这个秘密，那你为什么要告诉我？你信任我比信任自己还多吗？一句话就击穿了露西的伪装，因为露西不是真的来倾诉的。她知道爱德华对艾莉诺有感情，她来是为了宣示主权。电影版里，露西说着说着哭了，拿出手帕擦眼泪，每一滴泪都是计算。但艾莉诺没有崩溃。从那天起，她把这个秘密压在心底，不告诉妈妈，不告诉玛丽安，继续照顾家人，继续保持微笑，继续做那个所有人眼中最坚强的大姐。甚至在妹妹玛丽安因为威洛比心碎崩溃的时候，艾莉诺依然在旁边陪伴安慰，擦眼泪。而她自己的伤口比玛丽安的还要深。这是一种什么样的能力？或者说这是能力还是病？书里有一段写他的自我认知，他说，我避免让自己过于沉浸在悲伤中，这样可以避免一遍又一遍的咀嚼痛苦，理性高效，自我保护机制运转良好。但代价是什么？代价是他从来没有为自己的感情挣扎过，没有争取过，没有问过爱德华一句你到底怎么想的。他只是等，默默的等，然后运气来了。但这个运气和他的品格毫无关系。露西·斯蒂尔，那个精于算计的女人，在得知爱德华被母亲断绝关系，失去财产继承权之后，毫不犹豫地毁掉了和他的婚约，转头嫁给了爱德华的弟弟罗伯特。因为罗伯特继承了那笔原本属于爱德华的钱，露西嫁给了金钱，于是爱德华自由了，于是艾莉诺有了结局。你看到这个结构的讽刺了吗？全书最理性、最正直、最自律的女主角，她的幸福最终不是靠自己的美德迎来的，是靠另一个女人的贪婪意外地送给她的。如果露西没有变心呢？如果露西真的死心塌地爱爱德华呢？那3个人就会被困在一个死局里。爱德华守着不爱的婚约，辜负了自己和艾莉诺。露西守着没有钱的丈夫，得不到她想要的生活。艾莉诺守着一份永远无法说出口的暗恋，
耗完一辈子，3个人全输。而这一切的根源是爱德华的一个性格缺陷，他太优柔寡断了。他年轻的时候喜欢过露西，后来不喜欢了，但不好意思提分手。遇到了埃莉诺，心动了，但依然不敢说。露西走了，他如释重负。书里甚至写到，那种解脱里带着一点怯怯的窃喜。他摆脱了不爱的人，而责任不在自己，完美。但这是一个值得托付一生的人吗？他的嫂子和母亲势力刻薄，当面骂人。他被母亲断绝关系后，是布兰登上校帮他找到了牧师的职位。结婚之后，婆家对埃莉诺还不如对露西好，因为露西更会讨好人。一个原生家庭这样的男人，你敢嫁吗？也许埃莉诺敢，因为他看到的不是家庭，是爱德华本人，一个善良的、正直的，为了信守承诺付出了巨大代价的人。但善良和正直够吗？玛丽安爱错了人，代价是一场大病；埃莉诺爱对了人，代价是漫长的沉默和一场运气。这2种代价哪个更重？我们先回到一个场景，一个舞会上，玛丽安在弹钢琴，周围所有人都在自顾自地聊天。有人假装夸了2句，弹得真好，太动听了，然后扭头继续八卦。整个房间里只有一个人在认真听，他站在角落沉默地看着他，从第一个音符到最后一个。他叫布兰登上校，35岁，总穿法兰绒背心，年收入2000英镑，在当时的英格兰是相当优渥的生活水平，当过兵，去过印度，见过世面。按照所有世俗标准，他是完美的丈夫人选。但玛丽安对他的评价是什么？法兰绒背心，老穿法兰绒背心，这个人恐怕已经老到连爱情都不配拥有了。他比他大18岁，在一个女孩20岁就算大龄的年代，35岁的单身男人确实像另一个世界的人。但布兰登不是老了，他是痛过。他有一段没有人知道的过去。年轻时，他爱上了一个叫伊莱莎的女孩，2人青梅竹马，私定终身。但他的父亲不同意。伊莱莎有一笔丰厚的遗产，父亲要的是那笔钱来拯救家族的庄园。父亲的方案是让伊莱莎嫁给布兰登的哥哥，而不是他。布兰登被送去了军队。伊莱莎在17岁那年被迫嫁给了一个不爱她的人，婚后2年离婚，然后是一连串的堕落和被抛弃。最后布兰登在一间欠债者监狱里找到了她，病入膏肓，穷困潦倒，身边只有一个3岁的私生女。他守在她身边直到她死。他临终前求她一件事，照顾我的女儿。他照做了，把那个女孩养大，给她找了好人家寄住，给她最好的教育和保护。然后命运的嘲讽，这个女孩16岁的时候在巴斯遇到了一个英俊的年轻人，被引诱怀了孕，然后被抛弃。那个年轻人叫威洛比。布兰登知道真相之后做了什么？他没有四处宣扬，没有当众拆穿威洛比，没有利用这件事去争夺玛丽安的好感，他只是沉默地向威洛比提出了决斗。最后2个人都活了下来，然后他继续沉默，直到玛丽安被威洛比伤害后彻底崩溃，他才对埃莉诺讲出了这段往事，不是为了自己，是为了让姐妹俩看清威洛比的真面目。你发现了吗？在这本书里，布兰登上校做了最多的事，帮爱德华找工作，收养伊莱莎的女儿，照顾玛丽安的病，讲出真相保护2姐妹。但他说的话最少，沉默的好人，善言的坏人。人们总是先听到声音最大的那个人，而那个真正在做事的人往往站在角落里，被忽略成了背景。电影版里，布兰登上校由艾伦·里克曼饰演，就是《哈利波特》里的斯内普教授。你有没有发现里克曼为什么总是演这种角色？沉默的，隐忍的，看起来冷淡，但对一个人至死不渝的。 Always 这个词在哈利波特里是斯内普的，但放在布兰登上校身上毫无违和。不管你爱不爱我，不管你看不看得见我，我在这里。最后玛丽安嫁给了他，但这个结局真的幸福吗？简·奥斯汀自己的描述是这样的：玛丽安命中注定要抛弃17岁初开的那段恋情，心甘情愿地与另一个人携手共度余生。
而他对此人只怀有强烈的敬意和真挚的友谊。敬意、友谊不是爱。李安在拍电影版的时候曾说，他希望这部电影能让人心碎的2个月都缓不过来。那么悲在哪里啊？悲在玛丽安不是因为爱上了布兰登而嫁给他的，她是因为被威洛比伤透了，大病一场，死里逃生，然后回归了理性才嫁给他的。她17岁时追求的那种灼热的、全情投入的、灵魂共振的爱情，在威洛比身上碎了之后，她选择了一条更安全的路。但这条安全的路上有没有爱？也许有，也许会有。书里说了，玛丽安后来学会了欣赏布兰登上校的品质，学会了在平静中找到幸福。但放到现代社会，如果一个17岁的女孩在经历了一场刻骨铭心的失恋之后，嫁给了一个大她18岁，她不心动但各方面都很好的人，我们会说这叫成熟，还是会说这叫认命？更尖锐的问题，如果威洛比10年后离了婚回来找玛丽安呢？他会不会动摇？布兰登上校的爱是确定的，深沉的，不会变的。但是有一种东西比不被爱更让人痛苦，那就是被爱着，但你心里清楚，你给不了对方同等分量的回应。布兰登上校值得更好的吗？也许，但值得更好的这句话本身就有问题，因为爱情不是论功行赏，不是你做了最多好事就该得到最好的结果。布兰登的故事告诉我们，对的人不一定是最先出场的人，但他同时也告诉我们另一件事，被选择和被深爱是2件不同的事，而这2件事之间的差距可能是一个人一生中最沉默的遗憾。那么简·奥斯汀写了这么多别人的故事，他自己呢？他选了谁？他放弃了谁？他的答案藏在哪里？现在让我们暂时合上这本书，把目光从艾莉诺和玛丽安身上移开，看向写出他们的那个人，简·奥斯汀。1775年12月16日生于英格兰汉普郡斯蒂文顿村，牧师的女儿，家里8个孩子，他排第7，6个哥哥1个姐姐。他的父亲乔治·奥斯汀是个不寻常的乡村牧师，2个教区的年俸加起来大约230英镑，不算富裕。但他做了一件奢侈的事，在家里藏了一座300到500本书的私人图书馆。在那个一本书可能花掉普通人1周工资的年代，这几乎是一座金矿。他给了简和姐姐卡桑德拉无限制的阅读权，没有说这本不适合女孩子看，没有说你应该去学针线活，他只是把书房的门打开了。简·奥斯汀后来成为英国文学史上最伟大的小说家之一，这扇门是起点。在他19岁生日那天，父亲送了他一个写字盒，桃花心木，打开是一个斜面书写台，侧面有一个可以上锁的暗格。他用这个盒子写了一辈子，但他写作的环境远没有这个盒子优雅。斯蒂文顿牧师宅邸高峰时住着16到22个人，8个孩子、父母，加上父亲开办的寄宿学校的4、5个男学生。他没有自己的书房，没有自己的房间，他和姐姐卡桑德拉共用一间卧室，有时候共用一张床。他把自己安排在一扇几乎没人走的侧门旁边，趴在小桌上写，用的不是整张稿纸，是一张一张的小张纸，写满一张藏起来，再写下一张。有人来了怎么办？那扇侧门有一个特点，一推就吱呀作响，家人说要修，他说不用，因为那个吱呀声就是他的预警系统。听到门响，他有3秒钟的时间把小张纸塞进吸墨纸下面，装作什么都没发生。一个躲在吱呀声背后写小说的女人。为什么要躲？因为在那个年代，女人写小说是一件丢人的事。小说本身就是被鄙视的文学题材，它不是诗歌，不是戏剧，不是学术论著，它被认为是一种逃避现实的消遣品。而女人写小说更是低上加低。社会的共识是，女人应该拿针，不是拿笔。简·奥斯汀拿了笔，从11岁开始，写诗、写短篇，写给家人的娱乐小品。学者们说，他少年时期的作品充满了对女性权利的无政府主义幻想。19到20岁，他完成了《埃莉诺与玛丽安》的初稿书信体，然后在21、22岁时改写成了第3人称叙事，然后搁置。
然后在34岁搬到乔顿小屋后再次修改，3次重写，跨度15年。这不是灵感迸发，这是一个女人用15年的时间反复打磨同一个问题的答案。那个问题就是感性和理性到底哪一个才是对的，而她自己在这15年里用人生给出了2次回答。第一次1796年，汤姆·勒弗罗伊，我们在开头讲过了，舞会3之5，然后分离，经济原因，2个家庭掐灭了一切。但开头没有讲的是他后来如何处理这段感情。1798年11月，汤姆的姑母来访，姑母对简热情如旧，但只字不提侄子。简没有问，他后来在信里写道：我太骄傲了，不肯主动打听。但他父亲替他问了，得知汤姆已经回了爱尔兰，准备当律师了。2年过去，那一段感情只剩下一个影子，但他把汤姆家人的名字写进了自己的小说里，散落在不同的角色身上，像密码一样。这是第一次，他选了骄傲，选了沉默，选了不追，这很像埃莉诺。第二次，1802年12月，哈里斯·比格威瑟，他是汉普郡一个大地主的继承人，有钱有地，有一座体面的庄园，人长得不算好看，性格也笨拙，但他向简求婚了。简·奥斯汀答应了。那天晚上他应该是激动的，或者至少是安心的。嫁给比格威瑟，他的余生就有了保障，母亲和姐姐也不用再寄人篱下。这是一个理性的、体面的，所有人都会点头称好的选择。但第二天清晨，他醒了，然后他做了一件事，他走到比格威瑟面前，撤回了自己的答应。没有人知道那个夜晚他经历了什么，没有日记，没有书信留下。卡桑德拉后来销毁了他大量的私人通信，我们只知道一个结果，他选了不嫁。这个决定的代价是什么？他的余生没有自己的房子，没有稳定的收入。父亲1805年去世后，他和母亲姐姐的年收入只有210英镑，连一个家庭教师的收入都勉强。他完全依靠哥哥们的接济度日。1811年，《理智与情感》出版，匿名，封面上写着一位女士著，印了大约750到1000册，定价15先令一套。20个月后卖完，他赚了140英镑，这是他人生中第一笔独立赚到的钱。后来又出了3本书，《傲慢与偏见》、《曼斯菲尔德庄园》、《艾玛》，全部匿名，没有一本书的封面上印过他的名字。4本书终身总收入684英镑。1817年，他的身体开始崩溃，背痛、高烧、呕吐，皮肤变成了，用他自己的话说，黑的、白的，什么颜色都有，就是没有对的颜色。5月，他搬到温彻斯特，离医院近一些。7月15日，死前3天，他还在口述一首关于赛马的打油诗。7月18日凌晨4点30分，他把头靠在姐姐卡桑德拉膝上的枕头上。有人问他还需要什么，他说 Nothing but death， 只要死亡。他走了，41岁，终身未嫁，终身未在任何一本自己的书上署名。卡桑德拉在2天后写给侄女的信里说了一段话，这段话是简·奥斯汀一生中最后一幅肖像。我失去了一个珍宝，这样的姐妹，这样的朋友，从未被超越过。她是我生命的太阳，是每一份快乐的镀金者，是每一份悲伤的抚慰者。我没有一个念头是对她隐瞒的，我恍如失去了我自己的一部分。半年后，诺桑觉寺和劝导作为一作出版。他的哥哥亨利在序言中第一次向世界公开了作者的名字，简·奥斯汀。他死后才拥有了自己的名字。那么回到那个问题，他的答案到底是什么？嫁给爱情还是嫁给金钱？都不是。他给侄女范妮写过一封信，信里有一句话，我觉得是整个理智与情感的终极注脚。任何事情都比没有爱情的婚姻更值得忍受。任何事情，包括贫穷，包括孤独，包括41岁死在姐姐膝上，银行里只剩下几百英镑。他同时也说过，单身女人有一种可怕的贫穷倾向。她不是不知道代价，她全都知道，但她还是选了。在那个清晨，在比格威瑟面前，在明知道代价的情况下，她活出了她写的
心理学家丹尼尔·卡尼曼写过一本书，叫《思考快与慢》。他提出了一个理论，人的大脑有2套系统，系统1快，直觉，情绪化，凭感觉做判断，看到一个人 0.1 秒内就决定喜不喜欢。系统2慢，理性，分析型，权衡利弊，计算得失，要花很久才能得出结论。你有没有觉得这2个系统很眼熟？系统1是玛丽安，心跳就是答案，灵魂共振就是一切，其他的以后再说。系统2是埃莉诺，感觉不可靠，数据可靠，计划可靠，自律可靠。200年前，简·奥斯汀没有读过卡尼曼，但他写了同一本书，而卡尼曼的结论是什么？2套系统都会犯错。系统1会让你冲动，爱上威洛比，被糖衣炮弹击中，在心跳声里失去判断力。系统2会让你迟钝，像爱德华一样犹豫不决，像埃莉诺一样默默忍受，错过了本该争取的东西。最聪明的做法不是选其中一个，是让2套系统对话。心理治疗里有一个概念叫智慧心，它的意思是不是用理性压倒情感，也不是用情感淹没理性，而是在2者之间找到一个交汇点。在那个点上，你既听得见心跳，也看得清现实，这恰好是理智与情感的终点。玛丽安最终学会了在理性中找到安全感，埃莉诺最终允许自己在爱德华面前流出了眼泪，2个人都朝着对方走了一步。但简·奥斯汀比他的角色走得更远，他没有选理性，否则他就嫁给了比格威瑟；他也没有选感性，否则他就会像玛丽安一样为汤姆·勒弗洛伊燃烧殆尽。他选了第3条路，做自己，不嫁给金钱，不嫁给爱情，嫁给自己的笔。这条路有代价吗？有，穷了一辈子，依赖哥哥接济，41岁死去，银行账户里没有多少钱。但这条路有回报吗？2017年9月14日，英格兰银行发行了新版10英镑纸币，正面是女王，背面是一位作家简·奥斯汀。那个躲在吱呀作响的门后面用小张纸写字，终身不敢署名的女人，她的脸印在了全英国人每天触碰的金钱上面。纸币上选了一句他书里的话：我郑重声明，世上没有比读书更令人愉快的事了。出自《傲慢与偏见》。他最讨厌完美，他在生命最后几个月写给侄女的信里说过，完美的画像你是知道的，总让我觉得恶心。他不是完美的人，他刻薄，他毒舌。他在信里说，我不希望人们太讨人喜欢，这省去了我要费力去喜欢他们的麻烦。但他是一个诚实的人，他诚实地写出了一个事实，在一个女人连银行账户都不能开的世界里，爱情是奢侈品。他也诚实地活出了另一个事实，即便是奢侈品，也不该被廉价的变卖。200年后，我们活在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里，女人可以工作，可以买房，可以开账户，可以一个人活得很好。但那道题还在，不再是嫁给金钱，还是嫁给爱情。它变成了我应该选一个让我心动的人，还是一个让我安心的人？我应该接受一段各方面都合适但就是没有火花的关系，还是继续等那个可能永远不会出现的灵魂伴侣？我到底是在成熟的选择，还是在认命的妥协？没有标准答案。简·奥斯汀没有给，200年来的读者没有给，心理学家没有给，但也许标准答案本身就不重要。重要的是你在做选择的时候是清醒的，你知道心跳是什么，你也知道心跳会停，你知道安全感是什么，你也知道安全感可能是另一种牢笼。你知道一个人可以很好，你也知道2个人可以更好，前提是那个人值得。简·奥斯汀在1802年的那个清晨撤回了他的答应，不是因为他看清了答案，是因为他看清了自己。他知道自己是谁，他知道自己要什么，他知道他宁可穷着写一辈子小说，也不愿意在一场体面的婚姻里慢慢变成一个沉默的人。这不是勇气，这是清醒。而清醒是比理性和感性都更稀缺的东西。所以最后简·奥斯汀写了2个姐妹，一个用理性换来了安稳，一个用感性撞得头破血流。但最终是作者本人走出了第3条路，不嫁给让他心动的人，不嫁给让他安心的人，而是嫁给了自己。
她用41年的孤独和贫穷，换来了死后200年英格兰最流通的那张钞票上的脸。那在最后留给大家一个问题，那就是嫁给金钱是一种选择，嫁给爱情是另一种选择，但嫁给自己，你知道自己是谁吗？我是番口，感谢大家长时间的陪伴，期待在评论区看到你的答案，我们下期见。